很多人来山西可能会听过乔家大院，也会去看一下奢华的乔家大院。乔家大院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罕见的明珠。除了乔家大院，还有气派的曲家大院、壮观的曹家大院。这些深宅大院不仅是当时富商大贾的宅地，也是显赫一时晋商的历史见证。我们现在还在平遥古城里面，平遥古城它里面的晋商大院非常多啊，可以说数不胜数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家大院。马家大院呢，以规制严谨、功能齐全闻名，它是集建筑、民俗、起居三股为一体的晋商大院。其实马家大院和乔家大院应该有所关联吧，就是乔家大院那个主人呢，他的夫人就是马家大院的千金小姐。我们经常说，古代这些大家族嫁女儿或者娶亲都是讲究门当户对，这个马家和乔家同样是如此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马家大院，并且呢，里面呢还有一座非常庞大的金库。有金库就能证明啊，马家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富商。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，马家的财富填不满，拉不完。马家大院是平遥四大家族之首清代巨商马宗远的故居，也是平遥古城内第一大宅。马宗远是靠经营中药材发家，他的宅地建于清朝同治年间，经同治、光绪几十年的不断修建，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座宏伟精美的私宅建筑群。一般来说啊，晋商宅院结构严谨，它是呈封闭帐带，有高大围墙隔离，以四合院组成单元。这个跟我们看到的很多徽派建筑很类似，它们是院院相连，沿中轴线左右展开，形成庞大的建筑群。他们马家大院呢，总体来说布局有点像马字形，寓意马家事业马到成功一日千里。当然了，他们马家宅院的话，现在不知道保留多少，我们就边走边看边说。一眼望去都非常气派啊，很壮观，而且还能看到很多雕刻。马家大院现在总的来说现存是3进4合院，南北长70.5米，东西宽13.65米。我们现在在第一个院落来看一下马家大院整体的布局。看到我身后这个大水缸没有？其实在这些大院，包括平遥古城里面的钱庄票号中间都会放一个大缸，因为它这些房屋啊，很多属于砖木结构，有很多木头，那自然而然的话放一个大水缸就是起到消防的作用。其实不光是在平遥古城，只要是古大院、古城、古镇都有这种形式。在这个第一个院落是属于账房、更夫的办公居住场所，那个是总账房，里面没有什么了。我们看看一般的账房，账房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管钱财的。你看它这里有很多银两，因为在马家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它的金银拉不完，填不满。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家里的财产特别多啊。那当时账房呢，就每天在这里工作，每天进出的银两可能都会在这里统计、合计、计算，然后呢报给他们那个主人老爷。从这里过去呢，就是2进院落。我们先看看这个雕刻精不精美，好像是麒麟那一些。2进院落主要就是他们学习的地方，一个私塾，还有一个老爷的书房。去那个2进院落之前，我们去旁边小道看一下，是他们家里的一些其他人居住的3太太院。因为在古代这种大家族大家都懂得了，有大夫人、2夫人等等，那这里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院落。这个是一个通道，是以前马家仆人专属通道，就下人走的地方。过去之后就是3太太院，这就是3太太的居所。3太太院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大？我们一般说一个太太有一个小型的4合院都已经很大了，而它这里呢有那个账房、总管房，还有副院房，非常大呀，就证明这个3太太在那个老爷的心中非常重要。不过呢，这个3太太在这里居住没多久，因为她当时跟2太太关系不好，在坊间传闻2太太牙尖嘴利，他呢对那个3太太得宠非常不满，所以呢就经常吵架。后来呢，3太太为了息事宁人，就把这个院落让给2太太了。
其实呢，真正的说法可能不是这样，主要是因为二太太院和三太太院就在对门，经常马老爷他来三太太院落的话，二太太是能看得到了，过门而不入，所以二太太呢就比较伤心，于是就找借口吵架。后面他换到这里呢，就眼不见为净嘛。这个三太太她是受过西方教育，所以当时比较开明。就是小姐房，就是三太太的女儿，她居住在这里。三太太她留过洋，对教育特别重视，也很开明。她呢来到马家之后，基本上掌管内院的话，她就把家里的不管是大房还是二房的小孩，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教育，而且不分男女，就是大家平等。所以说这个在其他大院里面基本是看不到的。这里呢是伺候三太太女儿丫鬟，因为旁边就是她的女儿嘛，在古代千金大小姐肯定是有人伺候的，所以她这个是丫鬟居住的。看起来房间还挺大的，在这里有2顶轿子比较独特，大家看一下，一大一小，一红一黄，这个是有说法的，就是它这个红色的大一点的是马家的老夫人以及大太太才能乘坐的，而这个黄色小一点的就是二太太、三太太乘坐的。他们这个区分得很清楚，因为等级森严嘛，身份不一样，他乘坐的轿子就不一样了。去里面看看三太太房，一厅2卧带丫鬟，面阔5间。因为三太太当时是祁县瞿家的那个千金大小姐，她跟马老爷是自由恋爱，嫁给他得了2个女儿，在马家呢算是比较厉害，然后也得宠，基本上掌管马家内务，因为老夫人和大太他们基本不怎么管的。前方这个就是三太太的卧室，这个卧室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啊。这个是珍宝啊，当然这个是后面不知道从哪里收集起来的，它上面是99条龙，震撼吧。看完了三太太院落，我们去看一下二太太。这上面这些雕刻真的是很精美啊。二太太听说跟三太太关系不太好，刚好三太太院和二太太院是对门。那三太太院当时三太太这里没住多久呢，就搬到这里了，换给了二太太，小了很多。因为一开始的话，三太太要协助那个马老爷管理家族事务，所以就配备了很多人员。这里呢也是小姐房，因为马家呀，二太太和三太太都是生了2个女儿，所以他们那个女儿一般是在母亲旁边居住嘛，所以她就是小姐房就在她那个母亲旁边。这个二太太呢，她跟马家的老夫人不和，就是婆媳不和嘛，所以呢她住的比较偏，从而呢也会说嫉妒那个三太太的房屋。她的女儿是嫁给谁呢？嫁给了乔致庸啊。这里呢就是乔致庸的老丈人家嘛，等于就是说二太太的女儿嫁给了乔家大院的掌事人，那么她的女儿就是乔家大院的女主人。现在我们看了二太太以及三太太，就去看一下主院落了。主院落是他老爷休息以及学习的地方，这里是叫做上课堂，是有贵宾登门，马老爷亲自接待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在这里商谈，在这里聊天，就等于是单独的接待大厅，不是那种会客厅啊。刚好就是在马老爷的书房旁边。看看这里，这个是不是非常精致啊？这里面有那个私塾房、书斋，还有娱乐室、信坊等等。信坊大家应该听过吧？它其实相当于我们邮局嘛，因为当时没有电话、没有电报、没有手机，他们往来的话是靠信件。那么马氏商号呢，在全国有很多商铺嘛，他们往来有信件，那就是一个独特的密码。在经营创造了独有的以汉字替代数字的密码法，而且不断更替，以防泄密。这里是属于收藏室，马老爷收藏古董以及与同行好友在此切磋的地方。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如果收藏了很多好东西，他
圈子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人，从而双方就会说，哎，我一个好东西，你一个好东西，我们拿出来对比一下怎么样，看看到底谁的好，就这个意思。旁边这里属于马家的私塾，当时马家是1个男孩子，4个女孩子，他们这里读书跟我们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在其他的大院，女子呢可能就上绣楼了，不能出来，那有单独的人可能教育她。而在马家呢，三太太来了之后，她打破了这个规矩，她要求女孩子绣楼你随便上下不用管，然后读书呢也是男孩子跟女孩子在一起读书，没有分开。同时三太太又教他们英语，所以说马家的小孩呀是远近闻名的人呐，特别是他几个女儿是远近闻名的才女。这里就是马老爷的书斋书房。马老爷是举人出身，对读书这件事格外重视。据资料知道，马忠选曾在这里研究中药秘方，学习书法。进去呢就是3进院落，在这里有一个相当于照壁形式的，它是什么呢？第一聚财，第二挡住邪气，一般的大院都有。这个门平时是不打开的。这就是3院落，是大太太的，以及那个马老爷自己在这边生活的地方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丫鬟宿舍，同时呢又是大太太房在旁边。因为大太太是马家的正室夫人、少爷之母，那在古代都知道嫡长子继承制，他马家就只有1个儿子，所以呢他这个大夫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从而呢是正在正院。你想三太太、二太太是在侧院。花儿房，马家小姐出嫁当日由大太太梳妆，从主院完成婚礼庆典。这个乔家大院，乔子雍娶的就是马家的女儿嘛，是二太太的女儿。当时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嫁，然后在这个主院这里迎亲，迎完之后就嫁到那个祁县的乔家大院去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主院，里面有堂屋，还有马老爷的卧室以及马老夫人的卧室，就是最重要的场所嘛。马老夫人呢，她的家训非常严格，这就是老夫人的居住的地方。她这边很多都是炕的形式啊。这里就是老爷房，马忠远当时就居住在这个地方，看起来不大，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实的，因为他这个家族按正常来讲，院落不止这一点点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保存下来的。看完了这些院落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，就是金库。你想一想，在一个这种大院里面也有金库，那就证明他家里的财富不可想象啊。因为当时在平遥古城有这样一种说法，马家的财富拉不完填不满，就是你进也好出也好，永远都是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地下金库看一看，非常隐蔽啊。它这个金库好像是这个佛堂下面，这个又跟走地宫的感觉一样。当时这里是他们马家非常重要的，可能马家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只有最核心的人员才能够知道，在这个下面有一个金库。其实说是金库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宫嘛。你看这些全部是财宝啊，金银的。当时这里可能摆满了，这就是一个地下宫殿，真的没法想象啊，他们当年的实力这么强大。关于马家大院，它这个金库有这样的传说，一种说法是它当时金库里面的白银达到500万两，还有一种说法是3000万两，这些可以兑换我们现在的人民币，差不多是60亿和300亿。不管是60亿还是300亿，足以证明马家的财富让人震惊。在当时说他的金库怎么都填不满，证明啊可信度还是挺高的。马家大院和乔家大院两者呢是互为姻亲关系，他们的财富有这么多，其实也能够代表当时他们经商的实力强大。金库里面有这么多金银，大家是不是看花了眼？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富可敌国，金银元宝数不清啊。那么他们家族这么富有，后面为什么会衰落呢？其实呢有2个方面原因。据说他们家族是4个女儿1个儿子，从小这个儿子呢娇生惯养，能力不行，导致家族衰落。另外一点呢就是说，由于形势时代的发展，
整体经商都慢慢衰落下去了。这就是马家大院的故事。